大家好，我是坤。相信同学们每天肯定都会有制作装备的习惯。那我们一般会选择卖掉制作出来的白绿装备，将蓝色和紫色的装备喂给身上的装备来提升气温等级。那我开局的时候不懂，还卖了一段时间的蓝紫装备因为要钱不过还好，开局的境界装备提供的气温经验不多，所以捞得回来。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加快气温等级提升的小技巧，尽量帮助同学们在气温等级上拉开差距，占领一些先机。那话不多说 ，Let's begin。首先大家在天机阁一定都刷到过这个气温晶石每次出现2组，一组5个，每个提供100气温经验。那一般3折的情况下，可以靠60几元换取1000气温经验。在前期呢，是提升气温的好帮手，但是越往后的境界蓝紫装所提供的气温经验会越高。同学们可以看到左边资讯卡这里比如化神期为一件蓝装只有100经验，和一个气温晶石是相当的。但是到了混元合体期，蓝紫装能提供的经验就达到了1000和5000。所以随着境界越来越高气温晶石对于气温等级的占比会越来越低。那主要的 percentage 都转为由装备提供。那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如何更高效的制作装备的技巧了。那这个技巧会更适合达到混元合体的同学并且需要一定的晶石消耗来支持。但是根据灵石储量的不同即便无氪微氪同学也可以有几种灵活的操作方式。境界还未达到的同学呢，也可以提前了解，为之后做好准备。下面我们来具体演示。好，首先这个技巧的门槛需要你的小药童达到50级，且需要大量的碧海珠种子来支持。大家在市集看到碧海珠种子的时候可以扫货推荐在这个随身小道童这里将碧海珠的种子设定为999个以下自动购买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到药园这里了。那为什么我们说小药童要到50级呢？因为在50级之后它会拥有生长周期减少2%和生长周期减少1小时的加成。那撇开碧海珠生灵的周期正常最高紫色是6天12小时也就是156个小时，它的2%为3.12小时，加上固定的1小时周期减少我们会在种植的当下获得4个小时以上的加成时间。这说明什么呢？在白藤的种植总周期为4小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无需等待浇灌或浪费湖的能量，去做到秒收白藤给大家演示一下，刚刚种下去对吧？然后收获，好了再来一次，种，收获，好，白藤加2。那通过这个步骤，你就可以秒获得大量的白藤。那也有朋友和我说种子不够的时候会种一些绿藤。那个人认为要种白色以上的品质，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你当下的道法果自由在道法果不够吃的情况下，不建议花额外的种植时间甚至湖的能量消耗在藤上。另外在道法果自由的基础上花能量来获取大量的绿藤的话，个人会更建议不如用能量产出一些天罡木来提升本命。同样在刚上新的大境界时生灵这个金藤来做金装也是一样的情况，前提是能支持每日的道法果闭关。如果导致法则落后不如放慢做装的速度。所以总结下来，这个技巧的核心还是卡秒收白藤的收益。那现在我们拥有大量的白藤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下一个步骤，也就是做装的环节。好，做装环节对应不同刻度的同学，个人认为需要灵活控制收支首先无氪微氪的同学在灵石的储量上一定是比较紧缺的，所以在灵石不够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卖掉装备的白绿材料，仅在制作蓝色装备的时候加入白藤甚至以上提高装备的出货几率和加速锻造值的增长。那有一定刻度的同学呢，以魔箱的使用更多甚至有额外的机缘购买灵石宝箱。那我们甚至可以只卖白色材料在制作大量绿色的材料配合白藤的情况下呢，来堆出数量不菲的蓝紫装备。那同时在加入白藤的基础上绿色材料也是有 0.1% 的精装概率的，在出货量大的基础上也可以拼人品同时加速锻造值来保底出金。另外一些人界的古堡也是需要大量的精装数量来支持的，
比如务工的真武剑啊。那这个方式也能更快的帮助你把古堡属性撑起来。当然，卖什么材料做什么材料啊，都可以根据当前的零食储备灵活调整啊。比如某次活动有双倍零食啊，一摸箱拉满之后你突然暴富了啊，也可以做一批铝材来碰碰运气啊。另外有一点，化身啊也需要大量的零食，建议平衡化身升级的零食需求啊。化身等级高，获取的材料的效率也高。那升满化身后呢，也能更好的辅助于这个方法。那该技巧还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啊，希望同学们灵活使用，在长线的游戏过程中呢，一定可以帮助你在气温等级上占据领先。最后再和大家提一个小技巧，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大境界有3张地图啊，第一张呢产出武器，第二张产出衣服，第三张产出饰品。那特别是上了破虚反虚后，我们一般都会在大境界的中后期选择常驻第3张地图啊，一个是产出会略高，一个是第3张地图会产出下一个境界的破金丹的材料啊。我们会在下一个境界前储备大量的破金丹，为之后做好准备。但是就装备来说啊，第3张地图产出饰品，那如果我想优先提升武器的气温等级，是不是说我就要回去第1张地图挂机呢？啊，答案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持续制作饰品，提高饰品的气温等级啊。比如我现在的饰品是全蓝色，然后我的务工呢达到了第4阶段。那如果我想优先将武器全部升到紫色气温啊，那在饰品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呢，我也可以去气室啊还原我的这个饰品啊，找一下在哪，在这啊。那我可以在还原之后呢，将它全部提升到保底蓝色气温，将剩下转移出来的气温晶石全部投入到武器当中啊，就可以做到气温经验的转移啊。那不管你在哪张地图刷什么装备，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那法宝本身没有这样的问题啊。当然你在升级错误或者想换升级方向的时候啊，也可以随时利用这个技巧去相互倒腾，好吗？好，那今天就是关于气纹升级技巧的分享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同学们有什么没听懂或者有疑问的地方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给我，我都会在第一时间为你答疑解惑，好吗？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欢迎你为我点个订阅，我很想要你们的陪伴。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